珠海航展，俄国的苏57也来参加，是少数拥有实战经验的五代机哦。因为大家也知道，苏57现在正在参加乌克兰战争。其实苏57这是有一架是运来的，但有一架比较特殊，是飞过来，从俄罗斯直接飞到山西太原，再飞到珠海航展。那这架飞机有一个特色，它没有挂龙波透镜，就代表它的隐身性没有歼35号。在政治上面有2层意义，第一个，它跟中国推销，还有就是它愿意到中国来参展，代表它对中国戒心比较少。中国大陆也宣布歼35隐形战机正式亮相，在包含歼20歼20跟歼35到底哪个比较好？自救飞机的动力啊，可能歼20比较好。歼35它的好处在它有跳弹的优势，它的航电系统、雷达侦测系统比歼20要好。这次来讲，我反而会去注意无人机双尾蝎到台湾来已经2、3次，现在已经进步到双尾蝎，可以绕台湾6天1次。但你想想看，搞不好台风、防卫都在已经打完了，它还在天上。所以这个才是未来整个共军的战力提升的重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珠海航展，这大家也知道，美中俄是世界上唯3拥有隐形战机的。俄国的苏57原型机哦，这一次呢也来参加了珠海航展哦。那一路呢直接飞，当然苏57现在正在参加战争，苏57也是少数拥有实战经验的五代机哦。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的五代机 F35的实战经验比较多，因为 F22主要是固守本土。那当然，他这次派的是原型机啊，那从山西太原机场又转降到珠海航展。然后另外同时间呢，中国大陆解放军这边也宣布了这一次歼35隐形战机正式亮相，在包含去年大秀特秀的歼20，所以这次会有3架五代机隐形战机同场。哇，这个让我们这个对军武的喜好者呢，非常的热血沸腾啊！第一个，这个苏57这次来参讲，我们不敢说它是最大的亮点，但是它是话题最多的，因为第一个它是俄罗斯的战机，第二个苏57来珠海航展，在政治上面有2层意义了。第一个，它是不是要卖？要跟中国推销，因为珠海航空展它虽然说是军武大展，但相对它也是一个商业推销的一个场所。这里很多大佬在那边 stand by。虽然说中国已经有歼20，有歼35，但是它也是试试看。当然，很多人说他搞不好是要卖给中东的那些富豪，当然也有这个可能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这架飞机，这时候他愿意到中国来参展，代表他对中国来讲这方面的戒心比较少，他愿意将他最机敏的武器到中国来，让中国可以看得到。但是这架飞机其实苏57这次到珠海航展有2架，有一架是运来的，模型机就对了。我不晓得是不是模型机啦，但是不能飞是确定的。那有一架比较特殊，是飞过来的。那这架飞机有一个特色，它没有挂龙波透镜哦，为什么？就代表它的隐身性没有歼35号。因为你这架飞机，你从俄罗斯飞到这边来，你不挂龙波透镜的话，地面的雷达站都看得到它。是因为要让雷达站看到，这是非常安全问题。对，安全问题，就是因为你不是在作战，就是说这几架的五代隐身战机里面，隐身性最差的就是苏57哦。那苏57的造型是很漂亮，但是觉得它造型也蛮特殊的，它就像是苏35被打扁了一样。这个机真的好扁，好扁。那代表它的金属材质很好。当然是这样，俄罗斯它的军工产业的工艺性还是在了哈，但是很扁也相对的，它雷达截面积会比较小，这是它的特色。第二个，俄罗斯这次同时来参展的还有勇士飞行队，它用的是苏35S，苏35S差别35在哪里？它前面有小翅膀，机动性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勇士飞行队也是看得出来俄罗斯战斗民族的个性。一般来讲，像这种飞行表演所用的飞机，大概都教练机。那全世界唯一一个用重型飞机做表演就是勇士，这是重型战斗机哦。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歼35正式的公开，这今天是第一次。那歼35我特别要讲说，到底这个命名是怎么来？最早的时候是陈飞跟沈飞，他们各自设计飞机，隐身五代战机，然后一家公司设计的是歼20，另外一家设计的它叫 FC31，好，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说 FC31。那这2架飞机2家公司在竞标，后来用歼20，因为歼20是重型战机，它是肚子里面放的中远程的导弹，也就是我用隐身的效果，完全就是以击灭敌人的战机为主，而且它可以飞得比较远，所以那时候解放军的空军就采用了歼20这款战机。但是沈飞并
并没有放弃 FC-31，它继续做改良做精进。那你现在我们特别要比较歼20跟歼35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其实这很难讲。如果说是就飞机的动力啊、机动性啊干嘛，可能歼20比较好。那歼35它的好处在哪里？它有跳带的优势，它的航电系统、它的雷达侦测系统、它的感知系统，这些随着这电子装备日新月异，它这些系统反而比歼20要好。对，所以你很难说，这很难做一个比较。那第二个我要讲，它原来叫 FC-31嘛，它持续改进，持续改进以后，结果就把它当成福建号的舰载机了，你知道？舰载机那时候就取名叫歼35，准备用来做福建号舰载机，因为它设计量体比歼20要小，算中型的，所以它翅膀做的比较大，升力比较好，就可以适合航舰起降。所以它那个整个造型的气动力学跟歼20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就认为说，沈飞做的这款飞机就准备用在福建号起降，结果没想到在上个月突然又出现一个歼31的番号，官宣的下面又出来，大家怎么会觉得奇怪？怎么又有歼31？本来说歼35，又说歼30，那很多居民又经过比较，发现说外形很像，但是有很多的不同。它主轮不是双轮，是单轮的，大家就推测它是空军版的，因为它在机场起降跟航母起降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哈。可是这次来讲的话，全部都叫歼35。那空军版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原来歼31，叫歼35A，这次展览的是歼35A，歼35B 是海军版。所以我想这次来讲，大概定于一个名称了。我觉得美国 F-22是很强的飞机没错，但是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在电子战航电设施它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它用的雷达还是上一代的氮化锗雷达，那现在来讲都用氮化镓，它的放大功率会更大。所以我刚刚讲，你不要说是 F-22了，它或许马力动力来讲的话还优于 F-35，可是如果说就电子战的性能来讲的话，可能在这方面会逊于歼35。我想 F-35当然是大家非常期待它到时候具体展现出来的一个性能。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大家可以去看到，我反而会去注意无人机的部分。这次展出来有无侦7，然后双尾蝎到台湾来已经2-3次，也是绕台飞行都是双尾蝎。那听说它原来是只有单引擎的，现在已经进步到双引擎，滞空时间可以到40个小时，飞行距离可以到8000小时，可以绕台湾6圈以上。但你想想看，40个小时，搞不好台湾防卫作战已经打完了，它还在天上。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威胁最大反而是这些无人机。因为这次也很特别的，以前来讲的话，它这无人机解放军他们参展的时候是用运输机运过来的，但这次我们看到无人机它是自己飞过来的，所以代表它有这个能力，已经可以量产化，而且已经进入实战的能力。所以其实讲白了，虽然我们高度集中在 F-35，但事实上对岸的整个发展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包含主力战机的提升，包含无人机的提升，包含整个战斗体系，包含雷达的整体的提升。所以这个才是未来整个共军的战力提升的重点啊。